小侯爷，小侯爷，老奴虽然年纪大了，但也是半步宗师的实力啊！这么一块云铁我都搬不动，你是在身上绑了这么多块，你对自己太苛刻了。还好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拎桶水都拎不动，真是没用！我姐怎么会嫁给你这种玩意儿？苏志，你敢对小侯爷这么说话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呀？整天窝在这小破屋里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病秧子一个，就是没出息啊！好了，苏志，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拿1000两银票！昨天才刚拿完2000两的银票，现在你又要1000两干什么？我姐凯旋归来，办接风宴不要钱啊？招待那么多宾客不要钱？少废话，快点拿钱！没有。好了，胡伯，拿银票给他。说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去！对嘛，这才是我的好姐夫。你放心，等我姐回来啊，我一定会帮你说说好话的。你要是真把我当你姐夫，就少跟你那些狐朋狗友鬼混在一起，他们都是贪图你的钱，合起伙设局坑你。呀，行了，我这叫结交人脉。你以为像你一样，整天窝在这破屋里做个文弱书生就能有出息啊？苏志，苏清城苏将军到，我姐回来了，姐。姐，回来了，太帅了！看苏将军的肚子，出征3年未归，现在竟然身怀6甲了。清城，小侯爷，清城，你这肚子，姐，你这是苏清城，苏清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怀孕了？对，我是怀孕了。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他是谁的？他是谁的？将军沙场杀敌无数，大获全胜，凯旋归来，做了什么？有必要跟你一个病秧子解释吗？还敢用这种语气质问将军，是不是想死？他出征3年，却挺了个大肚子回来，你竟然还敢对小侯爷发泄！老东西，你找死！好了，贺正，你我虽是夫妻，但我怀孕与你无关，你也没资格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我这次凯旋归来，朝廷自有封赏，到时我会给你一些银子作为补偿。银子补偿？你觉得我贺州稀罕你的补偿吗？苏将军，你知不知道，这3年来，你们苏家上下几十口人都住在我们侯府，吃穿用度都是我们小侯爷给的钱，你好意思用银子做所谓的补偿？老奴才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苏家人吃你点用你点怎么了？那是赏你脸。现在我姐凯旋归来，是朝廷的大红人，你们不要不识好歹。苏轼，你现在兜里还揣着我刚给你的银票，现在说我不知好歹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好了，贺正，我知道你不服气，但你看看你这病秧子样，给你别的你能守得住吗？就连这座侯府也是靠我的威望才没人敢动，否则你早就被外面那些狼子野心之辈吃干抹净了。就是，
谁不知道你贺征是个没用的病秧子？就算给你个将军之位，你敢带兵打仗吗？你能骑得上马吗？你配吗你？贺征啊，你也不用这么激动，你没什么本事，倾城也说了会给你补偿，不如算了。哎呀，娘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别看他现在一副气得要死的样子，其实他是害怕我姐抛弃他。就他这废物，到时候上街要饭也跟别人抢不到饭。你们太过分了！苏志，你每个月都要去赌钱，起码输1万两银子，连去青楼喝花酒都是挂账，这些钱可都是我们小侯爷帮你给的。还有你身上穿的衣服、首饰、珠宝都是我们小侯爷送你。现在你的女儿做出了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还偏袒她？哼！你这个老奴才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们苏家之人？苏倾城，是你对不起我在先，你还敢对胡伯动手？贺征，我也不想跟你做无谓的口舌之争，你我之间差距太大。我看到的世界广阔无边，而你只是井底之蛙。没错，我们将军可是驰骋沙场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凯旋归来的国之栋梁，而你不过就是个躲在家里贪生怕死的病秧子，你根本就配不上我们将军。我配不上他。当初你苏家小门小户，拿着婚约上门求我娶你，我心软娶你进门，为你求来带兵打仗的机会，可你却对我做出如此不堪之事。到底是谁配不上谁？不错，当初小侯爷没有瞧不起你们苏家，现在你苏大将军有了战功，就自持高人一等，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闭嘴吧，你们两个！贺家的辉煌早就不在了，贺家的人现在都死光了，就剩下贺琛你这个窝囊废。要不是我姐在这儿，你们连这个侯府都保不住。贺征，你自己想想，以你的本事，没有倾城，你能守得住贺家的家产吗？快给倾城道个歉，要不然你后悔莫及。他还了别人的孩子，还让我给他道歉。行了，娘，跟这废物说这么多干什么？直接让我姐把他赶出去，到时候在外面被人吃干净，连骨头都不剩，看他还叫不叫？行了，贺征，你也不必担心，我不会抛弃你，但你要好好听话，让我满意了，你才可以以我苏倾城夫君的身份继续生活。哼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苏大将军要我怎么听话呀？3件事，第一，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你来抚养，稍有差池，我饶不了你。苏倾城，让我帮你养你和奸夫的孩子，你还真是够贱的！放肆！你想死！行了，贺征，我可以容忍你一时激动胡言乱语，但孩子的爹言容不得杀子。他是真正的好男儿，大豪杰，况且他的军功还在我之上。要是让他知道你敢对他不敬，没人能救你。所以我劝你谨言慎行。好，我倒是想知道你的那位奸夫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还不死心是吗？那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孩子的父亲就是大将军陈无极。什么？陈无极出身寒门，入伍3年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从无人知晓的小兵当上了大将军了。是啊，这个陈无极还是这次战胜匈奴的主将，此次大胜而归，他恐怕又要加官晋级了。你们懂什么？陈无极大将军崛起于微末，一路靠军功晋升，性格狠辣霸道，是真正的人间枭雄。贺征，你拿什么跟大将军？他这种纨绔子弟又如何能明白真正的好男儿是何等英姿？我与无极并肩作战，互相吸引，在他的主帅帐中情难自禁，便有了这个孩子。
我告诉你，贺哲，能为这样的英雄豪杰养孩子是你的荣幸，是我抬举你。胡伯，让他继续说，我倒想听听看，除了我的荣幸之外，另外2件事到底是什么？第2件事，我将要把孩子的父亲接回来一起住，你就从我们的婚房搬去隔壁的柴房来。去柴房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欺人太甚！你简直欺人太甚！你怀了野种，还要让我们小侯爷给你和奸夫让位置，你要不要脸？没见识，心胸狭隘者。无极在边疆为国征战3年，何等辛苦！如今他凯旋归来，我想让他住得好一点，我想伺候他休息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就是，要不是我们将军和大将军浴血杀敌，哪来你这窝囊废在京城的安逸日子？你要是懂事的话，就应该感恩戴德的主动把那位迎接回来。苏倾城，你对你的那位奸夫还真是够狠的。你和他真是没得比，见过真正雄狮的女人，又怎么会看上你一条野狗？能为他生儿育女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。而你连张床都舍不得让出来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你说谁是野狗？我们将军说的不对吗？要不是我们将军仁慈，他贺征连侯府都保不住，到时候不就是无家可归的野狗吗？好，苏倾城，你很好。不是有3件事吗？最后1件事，你也说出来吧。第3件事，把天机玉佩交出来。无极修炼你们贺家的天机神功需要它。啊！天机玉佩，我差点以为那么屌。苏倾城，这天机神功是我贺家不传之秘，当初是你求我，加上我担忧你在战场上的安全，所以我才传与你，让你立誓不得传于外人。可你现如今居然将它传给外人！我孩子的父亲怎么会是外人？对我而言，你才是外人。行了，天机神功确实强大，我把它交给无极，他用天机神功征战沙场，为国杀敌，把它发扬光大，正是对你们贺家莫大的荣耀。你们贺家的列祖列宗就算知道了，也要对他3跪9叩，感恩戴德。好，好啊，好一个天大的荣耀，好一个3跪9叩，感恩戴德。苏倾城，你真是够可以的。怎么，你还不服气？你一个不会武功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不服气？启禀剑姬大人，大将军正在来侯府的路上，还有1刻钟就到。什么？大将军即将亲至？将军，我听到了。孩子，你的父亲马上就要来了。陈大将军要来，太好了，他才配做我姐夫。贺征，识相的话，把天机玉佩交出来，否则等我真正的姐夫来了，你想讨好都晚了。贺征，陈大将军是朝廷最闪耀的将星，整个大前的百姓谁不仰慕他？你再看看你这没用的德行，守这块玉佩有什么用？还不赶紧献出来！未来大将军继续征战沙场，建功立业，也有你的一份小功劳。陈无极来了正好，我倒是想问问他，勾引有夫之妇，他该如何向我谢罪？何征，敢让大将军向你谢罪，你找死不成？死到临头了还在这装，等我亲姐夫来了，把你踩在脚下的时候，看你还嘴硬不嘴硬。苏轼，你现在上杆子的巴结讨好陈无极，一口一个亲戚，可你别忘了，他们是勾搭成奸。这些年你没钱的时候找小侯爷要钱，你叫的可比谁都亲热呢。我要你个老不死的管那么多啊！我姐和大将军的才是真爱，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这什么狗屁小侯爷，我呸！行了，贺征，我不想听你在这胡言乱语，你乖乖交出天机玉佩，等孩子父亲神功大成，我可以劝他还给你。可你要是冥顽不灵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旧情？你苏倾城对我还有旧情吗？有旧情，
你就不会怀上别人的孩子，更不会无耻到泄露天机神功。现在还要让我交出天机玉佩去讨好陈无极，苏倾城，你在做梦！特征，我真为你感到可悲。你以为你身边有个会点武功的老奴才就可以有恃无恐？他在我手下撑不过一招，你乖乖交出天机玉佩，否，别怪我让你难看。就是，我们将军若是出手，你就是想求饶也来不及了。苏倾城，你欺人太甚！哎呦呦，转全了！你个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的病秧子，吓唬谁呢？娘，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？文姬，没错，你就是个温姬，你一阵风就能刮倒。别说我姐了，我一巴掌都能拍死3个这样的你。贺真，倾城要的天机玉佩，你赶快拿出来，别不识好歹，对你可没好处。天机玉佩是我贺家的传家之宝，除非我死，否则你休想拿到。天机玉佩是重要，可是小命更要紧啊！小侯爷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是啊，苏将军凯旋而归，又有战功，更何况那位还没露面，你拿什么给他斗啊？还是交出天机玉佩，保个平安算了。贺征，你拿什么反抗我？只要我一出手，你就如土鸡瓦狗一样不堪一击，到时你会成为全天下的笑话。贺家可死不可欺，欺负小侯爷，先过了我这关。你这老奴才，简直不知死活！想死是吧？那我就成全你。伯伯，伯伯，你没事吧？小侯爷，我没事，是老奴没用。哦，怪你。来，贺征，现在你该死心了吧？你个废物，脱衣服干什么？可能是气疯了，准备撒泼打滚了吧？哼，你个病秧子，乱扔什么东西？会脏死了！如果不会武功，就要被你们羞辱，那我就让你苏倾城好好看看，到底是谁不知天高地厚。装神弄鬼，不就是几块烂铁片儿？吓唬谁呢？我小少爷，他在那儿装，你还配合他干什么呀？几个破铁你还拿不动？你来拿拿看啊！不就是几个破铁片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的脚！这啥东西这么重？我的天，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个东西一直绑在小侯爷的身上，他可怎么受得了啊？贺征，真是可笑！你在这里装神弄鬼，就以为能吓唬到我吗？你从未了解过我，如今的我也不需要你。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，你的自以为是是多么愚蠢。天机玉佩就在这儿，想要的话，凭本事来拿。天机玉佩，滚开！该滚的是你。